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两会内望，中美竞争，科技战才是胜负关键啊。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科技部长王志刚啊，今天在这个部长通道上面做了一番政策宣示啊。那我们把这个政策宣示和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这个政策宣示，我们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就能看出来，中美两国实际上在科技领域已经很清楚对方的战略和策略，所以中美两国已经在这个领域已经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那我们现在先讲讲这个王志刚啊，王志刚在这个两会的部长通道上，他说要制定10年行动计划啊，那么推进基础研究能力的建设。2点，第一个加大投入啊，那么“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占全国的研发投入要达到8%左右啊，那么8%呢就不是很高，那么但是其实现在就更低啊。那么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路往前走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国家发展战略啊。国家发展战略就有3点。第一点，那么北京、上海还有一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重点，国家战略重点是这3个地方：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1个国家自创区，169个高新区，然后发挥好这个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啊。这是目前呢，中国的高新区里面的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50%左右，将近一半啊。那么高新区企业做出的 GDP 贡献占全国 GDP 的12%啊。然后高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能耗方面就是全国平均的1/3啊。那高科技当然能耗就比较低啊。这是第2点啊，就是国家战略。第3点，解决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区域不平衡的矛盾啊。那么如何让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形成帮扶关系，促进科技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更快更好的发展，然后他们就要做出一些规划啊。我简单的评价一下啊。第3点当然非常不靠谱啊，因为你既然要扶持重点战略重点，那就一定是不平衡。如果你想让它平衡的话，你就不要扶持重点，就这么简单，永远是这样。当你在扶持重点的时候，一定是重点在发展，不是重点的人没那么发展，而且你扶持就未必发展啊。发展通常你扶持呢，通常是有发展的苗头，你才去扶持。所以第3点作为国家战略，那是说给代表委员听的。其实重点就是2条。第一条，北京、上海跟讲到底就是广州、深圳啊。广州、深圳大湾区是带着香港玩，但香港是不可能发展高科技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北上广深4个城市，战略重点是这4个城市。所谓的21个自创区也好，169家高新区也好，高不高新不一定，你说在高新区就是高科技，对吗？所以重点还是这几个重点城市它吸引的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产生的研发占中国一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其实还是扶持1线城市啊。至于其他的战略重点，说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到8%左右啊。那么后面我们再来分析中美之间的这个差异有多大啊。
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就是今天这个王志刚啊，科技部长王志刚讲的一番话。这番话呢，其实和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他看了一下这个“十四五”规划，他说这个“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科技自强的战略，包括要拓展7个涉及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啊。这7个包括哪些呢？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集成电路、基因科技、生物科技。然后神经科学、航天科技啊，航空航天七个领域。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中国针对这些领域的重点发展，有跟美国这个竞争甚至决战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意味在这里头啊。那么“十四五”规划还提出来，国内的研发开支每年要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然后就是计划建立国家实验室，加强学科研究啊，孵化一些技术，其中包括像疫苗，包括像深海探索和语音识别列为发展目标啊，这是“十四五”啊。刚才前面有个科技部的部长，然后“十四五”的规划。然后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啊，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出来，就要支持风险投资进入这个初创企业啊，增加这个对创新的产业的这个税收优惠和银行的贷款和支持啊。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在这个政府规划和施政方针里面提出加大基础研究。也是针对美国啊，针对美国竞争的啊。那么，但是在这个领域，其实差距还是蛮大，在基础研究领域。人民日报在上个月的报道啊，就是科技部的官员叫叶玉江，他说中国去年在基础研究的开支是1500亿。1500亿大概是多少？大概是230亿美元啊。那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去年的报告啊，说美国2018年基础研究的支出是970亿美元啊。那么，然后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占全国的研发总支出。它“十四五”的计划要达到多少呢？达到刚才讲的8%，但是实际上呢，美国现在2018年它的基础研究占全美国的科研支出啊，研发总支出的多少？17%，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啊。中美之间科技的差距的源头在哪里？科技差距的源头就在基础研究啊。那么基础研究你看什么？看中国的基础研究呢，就看2个，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一个中国工程院，两院差不多每年两院院士的这个叫什么推选都会闹出笑话啊，你可以看到啊，中国基础研究的一些。我不说，当然这2院不是全部啊，但是这2院代表了中国基础研究最重要的力量。但是这2院每年选院士都会闹笑话啊，可见什么？可见他们的水平是什么情况啊？那么中美2国呢，不约而同的把双方的竞争放到了哪里？竞争重点放到哪里？放到科技领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新的3月3号，这个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啊，因为它刚刚出来啊，那么所以叫临时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战略呢，它是指导美国国防、外交和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战略方针，是白宫最重要的一个文件之一啊。那么他在这个纲领当中，他
他说我们要确保我们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那么目前全球科技革命正在进行当中啊，世界主要大国正在镜像的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可能塑造我们生活的一切，包括我们从哪里获得能源，到我们如何的工作，再到我们如何的打仗。所以呢，我们希望美国保持科技的优势，这对我们在21世纪经济中蓬勃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白宫的这个临时国家安全战略，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就是要保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和主导地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策。同时美国现在在科技领域就是说他们制定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是什么？制定的基本的战略就是2条。第一条就是小院高墙啊，小院高墙讲的是什么？小院高墙讲的就是这是美国智库叫新美国New America 他们提出来2018年提出来的。小院高墙讲的是2点。第一点，把一个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核心的而且是美国领先的科技领域缩小到一个相对小的范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把这个相对小的范围建立一个很高的墙。很高的墙目的是什么？与中国脱钩啊，与中国脱钩，这是一个方面，小院高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建立广泛的科技联盟和西方国家。那么这个方案大概是目前这个拜登政府采取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方向，不一定一模一样，但是政策方向是这个。所以一方面是建立科技联盟，另外一方面就是小院高墙，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战略啊。那么你从这个方面来看拜登政府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啊，也是把这个科技竞争作为中美竞争的一个战略重点。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的方面啊，就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2月23号说啊，他说这个参议院正在制定一项2党支持的法案，投资1000亿美元，刺激美国国内的关键科技领域研究，包括什么呢？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到半导体。那么他是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领域，美国国会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看法基本上一致，就是要支持美国的科技领域，要通过增加投资，通过加快美国科技的发展，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它已经慢慢形成什么？其实在2国之间在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啊，共识。为什么会美国会有这么紧张啊？它其实有一些苗头，就是美国开始发现，在一些领域，中国在悄悄的在追近它。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是最紧张，这个部分美国是最紧张。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这个月有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什么呢？分析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追上美国。他说相关的期刊引用上，期刊引用就是你在这个领域发表这个学术报告，学术报告之后呢，你报告出来之后被引用说明什么？说明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成果和影响力
的大小，你引用量越大，那么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越多，影响力越大啊。所以这个期刊的引用量是衡量不同的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实力的一个基本的指标啊。那么斯坦福这份报告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这个期刊引用量上，中国最近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所以为什么美国最近大概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有一系列的美国的智库针对科技领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影响政策啊。那当然，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呢有点特殊，特殊之处在哪里？特殊之处在2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投入，中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我印象中是去年不知道前年的数据，中国已经投入了上万亿美元，上万亿人民币啊，这是非常大规模的投入。这是第一个，这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这个比拟的，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投入巨大。中国一个是在5G，一个是在人工智能，投入非常大，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其他国家没办法比。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收集大数据的优势啊。那么在美国当然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应用，也能够有很多的数据，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个人隐私的控制，令这些国家在数据应用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国没有啊。中国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监控，这个视频监控，中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视频监控。中国在这个领域啊，这个人脸识别这个领域没有人超得过。为什么？因为它有应用，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最重要的发展是基于什么？基于应用，就是因为你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发展这个技术。如果你没有应用的话，你这个技术发展是受到巨大的限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人工智能在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有一定的条件和原因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基本上，你看哈，这个基本上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主要涉及到2个领域3条战线啊。2个领域是什么？2个领域就是第一个领域就是基础研究啊，基础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领域。第2个领域叫应用科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有2个核心的竞争力跟核心的方面啊，2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方面就是历史的传承。那么美国在2战之后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研究的这个阵营啊，这个阵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持续的投入。美国从2战结束之后持续的在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其他国家没办法比的，这是第一个。所以美国有在这个领域，所以为什么美国每年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基础研究的成果。其实诺贝尔奖反映的是基础研究的实力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应用科学领域啊，应用科学领域。当然你其实是在基础研究的情况之下，然后产生了应用啊。所以基础研究最重要啊，应用研究也很重要。应用研究就把它变现，变成产品，变成技术啊。那么这是2个领域。在这个2个领域呢，中国的基础研究不是相对薄弱，老实讲就非常薄弱。你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科学院，看一下工程院的那个平均年龄，你就知道中国的基础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而且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不健康。这是一个中国在这个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体制问题。第一，官本位官本位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诺虚作假的这种学术风气，就是急功近利的这种社会氛围这几样东西你放在一起，你就会明白，在中国每年这个院士选院士，这个选院士的丑闻是怎么发生的你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像什么烟草公司的其中的这个科学家，这个酒公司，这个叫什么茅台酒公司的这个科学家去竞选这个院士，就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这也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在这个领域，中国需要追赶的不是钱的，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体制的问题体制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发展科技，你要发展基础研究，你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果，最重要的，你需要让大家有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和空间。如果你没有思想自由，你哪来的科技自由？所以在这个领域，其实它都是相关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3条战线。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有3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叫国家战略刚才这个王志刚中国的科技部长开始讲他的国家战略，中国的国家战略。那么美国像这个国家安全战略这也是国家战略然后像这个舒默讲的这个美国国会要推出一些法案支持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也是国家战略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部署。它关系到什么？关系到3样东西。第一个，投资首先就是钱，没有钱啥都不用说，你口号喊得再响，你投入不足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今天上午的节目我就说，中共喊中国在疫情方面做了多大的努力，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最后打开了一看，原来所有的2020年中国的用于治疗这个疫情当中染病的这个医疗费总共是28亿只花了28亿，而这28亿还是从哪掏的钱？还是从医保基金会掏的钱。医保基金会全是老百姓公款攒起来的钱，政府1分钱没掏，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不掏钱，口号喊得再响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第一是资金，第二人才所以为什么之前美国有个智库提出来，美国要发展高科技，第一要干的是什么事情？改变美国的签证政策。签证政策会让美国获得更多的人才这是第二。第三，科技生态。科技是有生态的，科技的发展最核心的取决于什么？当然取决于基础研究，也取决于什么？商业的发达，商业投资的发达。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科技生态。为什么全世界高科技的引擎在美国？因为美国有这样的科技生态。这边是硅谷，这边是波士顿，这边美国几个重点的这些，像这些年这个德州的一些新的这种科技的聚集点也开始出现。它为什么会跑到一起去？它就是一个科技生态这是第一条战线，就是国家战略。第二个战线是什么？就是商业和产业，就是投资从天使一直投下去，投到最后是什么？ IPO 上市，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就是商业，从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产品，到技术研发，
到最后变成一家企业，最后变成一家上市公司，最后变成一个全球流行的一个产品。这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商业和产业领域啊。第三个就是看不见的战线啊，看不见战线，美国是什么？美国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小院高墙围起来跟你脱钩，不让你得到啊，这是然后跟西方其他的国家进行科技联盟，一起围堵你，这是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中国的战略没有别的，就是商业间谍。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间谍就是中国派出来的，干什么？就是用看不见的战线去偷去抢，用这种方式去用最简单的最快的速度去追赶啊，这就是美国经常讲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其实是一个客气的说法，讲的不好听就是去偷回来，没有我就去偷。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你从两会王志刚的发言到这个十四五规划，到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你都能看到这些影子。他没有正式的跑出来讲，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投入巨大啊，基本上中国也好，美国也罢，都看到了两个国家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最关键、最核心、最要紧的领域是什么？科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在这里提醒一下，订阅是免费啊。那么另外，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尽量的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因为只有参与直播，我们才能提问，才能表达观点。那我还是希望大家来参与直播，因为每一个参加直播的网友都会提出他们的真知灼见啊，我们非常期待，好吗？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OK， 明谢一下，Simon 高，谢谢。有事看不了直播，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回来补课。Ancon 谢谢 Jesse 谢谢啊。观点，国内很多人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能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我跟一个持有这个观点的朋友说，科技是个动态的事物，现在先进的技术 99.9% 在30年后不先进了，人才往哪里流，科技强国就在哪里。如果你儿子是个世界顶尖的人才，你给他2个选择，去美国和留在中国，你选哪一个？他沉思了。这是个好问题啊。其实这个观点就是说，第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能不能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有大家记住啊，我们刚才讲的专题里面其实很清楚，要在科技领域发展，其实是需要3个层面的东西啊。第一个层面就是国家战略，你一定要在国家层面，你要有这样的战略。美国从80年代开始，80年代的产业升级，它做的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把制造业甩出去，我不要制造业了。当然80年代美国在把制造业甩出去有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就是美国遇到了来自日本激烈的竞争，在制造业的领域，美国的企业打不赢日本啊，所以美国最后甩掉制造业的原因是，一方面他在制造业的领域已经没办法跟日本竞争，所以他就往更高的产业链、更高的上面爬的是什么？就是高科技。所以美国选择了高科技作为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把制造业甩出去了，那也就造就了现在的美国。如果80年代、90年代美国不做这个动作，
美国还有大量的蓝领做制造业的话，美国不会有今天的国力。所以美国要发展，美国发展的科技，美国发展的高科技是有选择的，它是一个战略选择，肯定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那么中国要发展高科技，肯定它不能把制造业甩出去，中国把制造业甩出去，中国可能都饿死了。因为中国有大量的跟这个制造业有关的产业和人群，中国不可能放弃。但是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它必须发展科技。它也是明白，它必须发展和美国能够有能力跟美国竞争的产业。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它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科技，首先要有战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你要有基础研究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你要有发展科技的体制，就是比如说创投产业，比如说中间的这个我们叫科技生态，比如说你现有帮助这个企业发展壮大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产权制度等等。产权制度很重要，产权制度没有产权制度，没有这科技的未来。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夹心饼干啊！你中间是什么？中间其实是基础研究，上面是国家战略，下面才会跑出来这些上市公司啊、产品啊，这些世界流行全球的这种应用的产品。所以不仅仅是说我集中力量办大事，我把钱砸进去，我们就出来。你看看芯片什么情况，你就知道，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不出来啊，很多时候是办不出来啊。观点：美国并不是怕中国的科技水平追上来，是因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其实不咋地，而是怕中国把科技学术的底线拉低，比如滥用大数据、滥用基因工程、滥用 AI 来反现行的普世价值观。OK， 观点：科技的发展和创新需要植根于自由、开放、诚实的市场。在西方国家，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只需要考虑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讨论，市场中的机会和资金也会为新兴的科技带来血液和推动力，让从事科技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得到经济利益。之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他手里有非常多的专利，所以教书和研究是他的兴趣，不担心收入。但是在中国在 CCP 的领导下，欺上瞒下，怎么可能有诚实和诚信的研究人员能够在这种体制下生存呢？中国的科研人员有其实中国有很多很棒的科研人员啊，那么但是中国的现有的科技体制让他们天天都在做生意啊，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搞科研，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叫什么？叫科研岗位行政化啊，就他们就变成什么？变成生意人。那变成生意人，你哪有时间去搞科研呢？没搞科研，他其实这些人，这些所谓的大咖，谁在帮他做？一堆研究生，其实他的水平其实是研究生体现出来的，研究生在帮他做项目，他在旁边跑钱、跑项目、跑领导，跟陪领导喝酒、陪领导洗澡，都在干这种事情。中国的真的是中国的科研的状况，就是真正就是这些有能力的科技人员，他们在跑钱、跑项目、陪领导吃饭、喝酒、洗澡，他们都在干这些事情。做研究，其实不是他们在做，是他的研究生在做，他们在残酷的剥削这些研究生。观点：中国大陆科研环境到处都有政治介入，很多事情政治宣传目的比实质效果更重要，
所以跟苏联一样，看似发火箭卫星很厉害，但科技商业化、民生化一塌糊涂。这也是为何台湾、韩国虽然没有放卫星，但科技供应链始终掐着中国大陆的脖子。是。你看看，就是当年的龙芯啊，龙芯知道对不对？那是造假。其实中国有很多这种造假，就是龙芯造假，然后这次武汉的红芯又造假啊，然后这个大干快上搞这个芯片，中间有多少科研？我们不说很多吧，红芯多少钱？1000多亿吧，1000亿项目吧。在这方面，这个中国的科研经费有多少被人骗掉？那就数都数不清啊。观点，在美国，新科技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科技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在中国，科技是为 CCP 统治民众服务的，一切以稳定为本。观点，中国的科研环境可以看方舟子的视频。比如之前9章计算机的潘建伟教授就被批评只是一个实验啊。那么，但是潘建伟后来成立量子国盾公司上市后，潘建伟本人就把自己的持股卖出套现好几个亿。如果看好自己的公司，为什么急着要把股票卖掉？观点，国家层次成功的创新要3个条件。1. 人才，这个中国有一些。2. 自由的环境。3. 良好的道德，这一点很多中国人不懂，但其实真的很需要。老实说，中国创新要成功并不乐观。观点，道德是自由市场的基础，自由市场是推进新科技的动力。中国在 CCP 的领导下，一开始就输了，都在强调道德。那是这样。君子慎独啊，孔子讲君子慎独。君子慎独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小心一点，我要谨慎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人看着你。当你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谁管你？谁在管你？你就要自己管自己。自己什么东西管自己？这网友说的很对。道德就是做科研的人，他其实就是自己在管自己。他用什么来管住自己？你要用道德管住自己。所以做科研要诚实，你要诚实，你才能够做科研，才能做得长久。所以这诚实背后是什么？就是道德。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道德是科技发展的基石。观点，科技分为科学和技术，技术的进步有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突破是基于自由诚信的学术环境，顶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和尊重知识产权的制度。中共这样的奴性服从教育和没有底线的撒谎偷窃，只能寄希望于跟别人的基础科学突破后，偷应用的技术。一旦切割了和西方科技圈的交流，就会慢慢再次落后。上小学就学党史跟党走，背弟子规和办女德班，能培养出顶尖科学家，甚至实现基础科学的突破，那就真的有鬼了。 OK。 提问，我经常在国内网上看见疑似网评员的言论，说美国、日本、德国开始也是靠抄袭起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创新。知识产权不过是先发国家用来打压后发国家的工具。如何反驳这样的言论？不需要反驳啊，就让他发酵嘛，你说呢？美国、日本、德国，抄袭能够发展起来吗？能够发展起来创新吗？抄袭能发展起来创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不反驳，就让他在国内
那国内网上让它发酵嘛，你说呢？好不好？观点就是因为在中国造假骗钱太容易，找几个人搭个台子画个大饼就可以从草包官员里骗几个亿，所以为什么要去搞研究？错了，如果骗钱那么容易的话，那钱早就骗没了，轮不到这些容易的骗子了。大家记住，钱被骗掉一定不是因为他们的骗术高或者是官员笨，当然不是，没有官员是笨的，笨的人做不了官员。在中国你以为他笨，他厉害的地方你不知道而已。骗成功的一般都是因为官员在后面分钱呢，没有简单的骗术，你想想是不是个道理？你说呢？观点，科研的发展主要在于自由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专利保护，这一点必须通过矫枉过正的方式去强调，不然的话，即使有人才，很难出现0到1的突破。任何矫枉过正的方式我都反对。为什么？矫枉过正，中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什么意思啊？你超过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理解吗？就像你投篮，你去篮球比赛，你要正好投到篮筐里面，那就正好正中红心。你说我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投过一点，还是没投进去啊？你投过跟没投到是一样的，所以过犹不及跟没有达到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反对过犹不及。所有的事情你要做就正好，这就是正确的方式。你说专利保护核心的是什么？知识产权是什么？知识产权就是产权。产权有现实的产权，有房产是产权，知识也有产权，专利也是产权。其实我们讲专利制度背后是什么？专利制度背后就是产权制度，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如果你不能保护好产权制度，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或者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或者我们讲个大白话，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不在，你就不能够发展市场经济，你也就不能够发展专利，你也就不能发展科技，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是整个的我们讲市场经济的基础基石是不是存在？观点，消灭了个性的教育制度，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性科技人才？他们总希望产出那些顶尖却没有自由思想的科技人才，收获的只能是一堆欺世盗名的骗子。他们总是想不明白，没有自由之思想，哪来的创新？非常正确。情况，阿里巴巴已经在台湾征才就招聘换算人民币起薪45000人民币，看起来不错，但换算996并不高。美国提出台积电赴美工作的工程师薪资保障之外，美国提供绿卡。科技战确实开始了，台湾首当其冲。中国现在进行，中国的科技战其实在台湾还有在韩国，中国对台湾和韩国发起科技战。什么科技战？高薪挖角。这个是从芯片产业开始芯片产业开始。管不管用呢？管用的，真的管用的就是用高兴。但是你可以看中芯国际的发展，还有其他几个厂起来，靠的是谁？靠的当然不是大陆的人才，靠的是台湾的芯片人才。
那么现在中国在韩国也是在高薪挖角啊，这就是科技战啊。情绪和大陆同学交流很多，认为中共要强大，从头发展来不及，所以只能偷。他们认为这是为民族崛起正义的目的。我认为目的正义不能抛去程序正义。他们就说我是精美分子，关键他们都是95后，年轻人这种科研态度让人失望。这不是科研态度啊，这不是科研态度啊，这是偷窃啊！偷窃，你去偷别人的科技成果，跟你去偷别人的财产，跟你去偷别人的钱是没有区别的，一样的。然后你说我为了民族的崛起，说我去可以偷别人的钱，你觉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如果连这点道德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可能崛起得来呢？是不是？情况大约1年前，在乒乓球场和一个球友聊天，他是一个加拿大来的白人，南加州大学 USC 量子科学的副教授。我问他怎么看中国的量子计算机发展程度。那个时候中国说他们已经是世界一流，已经追过美国了。他说那应该是吹牛的啊。OK， 观点，之所以德先生与赛先生同时出现，正是因为他们的内核是一致的。科学是理性解释自然，民主是理性的组织社会。何为理性？就是否定绝对性，只承认相对性。所以民主和科学的基石是容错能力。民主选举不一定选出最好的领导人，但他不怕制度设计成权力相互制约，能够纠正错误。科学研究不一定能出成果，但能够把政伪的东西清理出去啊，保证历史成果得以积累。如果科学是粮食，那么民主就是泥土，没有泥土哪来的粮食？写得非常好，这段写得非常的好。提问：小恩高墙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出台吗？去看我们的节目吧，好不好？提问：范徐丽泰说一国两制是经济方面，不是政治层面，请王老师给解释一下。我不能解释吧，要范徐丽泰自己解释吧啊。范徐丽泰，我在推特上面跟了一个帖，有人把范徐丽泰的那段话引用出来。我的跟帖是什么？就2个字：流氓。就范徐丽泰就是个女流氓啊！我不能叫女流氓，性别歧视，她就是一流氓。为什么？你自己去查一些基本法，基本法写得很清楚的，一国两制是什么啊？所以范徐丽泰作为一个香港有分量的政治家，说这样的话，范徐丽泰就是流氓，臭流氓啊！我不去解释了啊，这个是常识，这在香港就是个常识啊。范徐丽泰这么说，就是流氓，我不多说了。提问，请王老师分析一下香港资本市场在面临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未来走向是怎么样？我没有研究香港的资本市场，抱歉啊。情况，百度上，上海2021年元旦出生人口仅27人，2020年元旦出口是261人。OK， 上海应该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城市之一吧？啊，情况，期刊引用有一定的参考性，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国内很多科研团队发表论文，要求必须引用自己的团队以前发表过的论文，以此来提高引用量。这个你说的很对。中国的 KPI 在这个领域，中国有几个 KPI 让中国在科技领域把其他国家吓得够呛，但其实呢中间水分很大。第一个我们叫专利啊，专利有 KPI， 中国的专利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奖励啊，第二个帮着掏钱啊，就是注册费啊，注册费政府出啊，然后还有奖励，所以中国的这个专利的支付，专利的这个量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期刊引用量，期刊引用量中国自己有一套方案，这套方案会帮助它在引用量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啊，这个
不能够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科技实力，这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们说中国在这些领域有 KPI 啊，就是有这个绩效的这个效应啊，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确是在发展啊，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它没有期刊，没有论文发表，就不存在完成其 KPI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一方面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另外我们也要正视现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在文化产业底层搬砖，现在完全不让创新，什么东西都要一样，不要不一样的，也不是大家喜欢做的一样东西，而是平台要求这样，要求就是这样。为什么？能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很简单，资本最喜欢一样东西啊，资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利润。因为资本它的使命就是追求利润。资本最不喜欢什么？资本最不喜欢风险啊。说资本呢最喜欢利润，最讨厌风险。如果当你的创新会面临风险的时候，他就马上终止你的创新，让你跟他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件事情在游戏、在电视剧文化领域啊，电影、电视剧等这些文化领域，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不发达？原因就是一方面它用市场化来激励资本去牟利，另外他又用政治上紧箍咒啊。当他用政治去上紧箍咒，不能够碰很多东西不能碰的时候，然后用一群这个中年妇女去做选择，最后的选择，你就会看到中国跑出来很多娘炮，就这么出来，就是这么出来啊。提问：像美国这样级别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发展不可行吗？觉得美国比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好，请王老师评说。这个没什么好评论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经济的选择有点像什么哈？有点像大家见过洪水，洪水下来的时候，它永远是找地势最低的地方流过去。那么地势高的地方它就不流，经济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为。当他发现他成本太高的时候，他就做不了啊，做不了。那成本他想去取得一个竞争优势，那他就得往高的领域跑，高的领域有风险，所以他就要选择什么呢？哪一样对他更有利？所以你觉得日本比美国这方面做得好？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好不好？我不希望大家来提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提出你的观点。如果你要提出个观点，你最好自己去证明它，而不是让我来证明，好不好？观点：从国家不让阿里进行存款业务，而且要求阿里免费分享客户大数据给国有银行，说明在中国对于私有财产产权或者专利保护根本就没有动力，无非是割私有财产的产权的韭菜。这非常对啊，非常对。其实中国的产权制度到现在都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的很多企业的老板把他的财产运到海外去的原因啊，因为不安全，随时会有人被黑打，那当然我就想办法做到一定的程度，我就搬点钱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本会外流，这也是为什么，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看到社会上的很多看上去不是那么要紧的事情，其实呢，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中国的产权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中共政府你把生意做起来，
一不小心他就把你的企业给抢了啊，这产权制度没，那怎么办？那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们做的一半，做起来了之后就偷偷的把钱搬走，在海外，然后就移民，然后呢半个身子回来做生意，半个身子已经搬到把他的家已经搬到这个老婆孩子已经搬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了，这就在中国很普遍。看上去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影响，就这样发展也挺好啊。大家知道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够自由兑换吗？这就是原因。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原因，或者说我们说人民币资本项目不敢开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一开放可能钱就跑光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有些事情看上去没什么影响，日子照样过，但是它产生的深远的结构性的缺陷，永远在某些地方等着你，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好，明谢老罗王，谢谢。有网友打卡粪坑过，实在好笑，也很心疼。OK，JL，谢谢 Alex 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